这个版本这么便宜呢？2599元，这是有啥优惠活动吗？这个为什么卖7499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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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南爷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。看见我呢，就意味着你又长大了1周岁啊！过去1周啊，科技圈也发生了很多好事，咱们抓紧来表扬一下。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，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啊！如果觉得主播说的是在心上边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，咱们抓紧开始。OK， 那么苹果最具价值的产品到底是啥呢？没错啊，就是这款即将要上市的 Vision Pro 苹果眼镜。目前来说呢，官方售价是349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呢是2.5万人民币啊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啊？觉得低了打个1，正好打一个2，有点高打一个3，1、2、3，看一下大家的感觉啊，第一印象怎么样？还不止呢，是吧？就是你看，像我这个戴眼镜的啊，就直接用这个眼镜，它用不了。除了买苹果的眼镜之外呢，你额外要买一个处方镜片啊，就是一个近视镜片。这个镜片呢是1066人民币，还不知道是1片还是2片。我估计可能是。看起来这个觉得价格合适的还不少啊。没错啊，我们也发了一个投票，问一问大家看，一共有4600人参与咱们的投票，其中呢有20%的人都是可以接受25000元这个价格的。这都咱们观众都这么有钱了吗 ？OK 啊，看同学们弹幕判断啊，说这个149美元的这个镜片啊，它不是1片2片，它是1度，还是你会挣钱啊？库克表示：“男主播别来了，就让刚才弹幕这哥们儿来上班吧。”不这么说啊，这个 Vision Pro 啊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滑雪眼镜，戴着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特别知道了价格之后，就觉得更好看了。但是25000，我觉得咱们想想办法吧，看有没有能代购一下。那么这边呢，有消息显示啊，苹果的这个眼镜呢，可能是担心销量不行，所以呢，它还有员工内部价。如果是苹果员工自己购买啊，就可以享受75折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有折扣875美元，只需要不到2万人民币就能买到手了，好便宜啊！来吧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苹果员工，我求求你了，咱那啥，能不能帮我代购一下啊？这过去我老帮你们代购了，现在就是求求你给我们代购一下，不过分吧？发出消息之后呢，我看了好多私信啊，至今呢也没有苹果的员工联系我，库克他也不吱声，库克你说句话呀！25000买不买呢？买吧，买。于是我让我们同事去咨询下单啊，有没有代购的？结果呢，代购的商家表示4万。于是我又纠结了一上午，说4万也太贵了吧？考虑一下要去买，可能更贵，那就跟他聊一聊。然后他给我详细说了，第一批啊，最终交付价格是8万，这个4万啊是定金，下定的定，不是你我他。看了8万这个价格呀，我立刻觉得25000也不是很贵啊。库克表示，这还是你们会挣钱的，你他这理由还很充分的。这个价格构成啊，除了原始售价，还有消费税10个点，航空物流费、保价费25个点，海关税17个点，溢价收货费，还有我们中介费。你这8万呢，买不了一点。你这看看同学们弹幕啊，大家伙是怎么评价这件事儿的？皮皮虾表示8万块。除非库克亲自给我带上也行，也可以。后来说自然之母给你带上。评论表示啊，不买了啊，我买不起，UP主也买不起，所以我等于UP主。8万块，你说他这个产品本身卖25000，中介倒一手他就赚了55000块，55000够不够咱们往返去一趟呢？嘿。咱们查一查啊，从国内去阿美利卡这边的机票去纽约6900，加上50块钱的机场建设费啊，7000挂点零，也就是说往返机票应该是14000，对不对？咱们算算这个成本啊，25000加上10%的消费税，27500，再加上14000，25000元加上2500元，27500啊，再加上去美国的14000，41500。那美国是不是咱们得到那块儿有点消费啊？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消费还不得花个3万2万的？这怎么算的？反正就这个意思吧。
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就是如果真的这个代价是8万块的话啊，你会选择买还是会选择亲自飞一趟呢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，觉得直接找代购了打个1啊，觉得飞一趟上美国直接去买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有同学表示啊，干脆啊就等国内厂商发力不得了，是吧？大家干脆仿造一个差不多的得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提前我都买好了各种各样的平替。期待大家就把这个外形改造成一个和苹果 Vision Pro 差不多的，无非就加广告，价格就下来了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广告还是挺值钱的。那么下来说呢，我还特地搜了搜有没有近期上市的类似苹果眼镜造型的产品，你猜谁家上市了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，我看有多少人能猜对。就在近期这2天，注意。小米有品推出了米家智能眼部按摩仪，售价499元，正在众筹期间，看不着？1月25号吧，就在现在，是吧？小米，我没看错你啊！有同学说你啥意思啊？是不是黑我们小米？不是，大家知道这个 Vision Pro 呢，在海外试戴了之后，大家普遍觉得啊，苹果这个眼镜太沉。那么佩戴了半个小时苹果眼镜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佩戴小米的按摩眼镜放松一下，对不对？小米不愧是苹果最佳配件厂，名不虚传。觉得主播说对，可以打个6。苹果卖2万5，我们卖449，是吧？不是 Vision Pro 买不起啊，而是我们小米更有性价比。2024年小米当家旗舰小米14 Ultra 就要来了。图片不陌生，这是小米13 Ultra， 是过去1年里面小米的当家影像旗舰，联合徕卡。那么从最新入网消息显示呢，小米在前2天已经入网一款全新的设备，据猜测应该就是小米在24年的大旗舰机型小米14 Ultra。那么这款产品有哪些内容呢？咱们抓紧来看它的外观泄露图。注意别眨眼睛，这是13 Ultra， 下面是14 Ultra啊，仔细看一下，还有黄色版本啊，除此之外还有深蓝色的版本。整个背板啊相当的平，不像之前啊那么突出了，是吧？上边突出那么多啊，这一代变得纯平了。当然，作为影像旗舰，最重要强调的就是影像部分。那4摄的话呢，应该是焦段覆盖非常全，潜望镜组在右下方，中间的徕卡标识，整个这个外观设计，来，同学们，满分100，咱们对比13 Ultra 打一个分数吧。今年的小米14 Ultra 你打几分呢？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应该就是在摄像头的部分进一步的进行了小型化，因为13 Ultra 我们自己测下来的话，影像部分确实是可圈可点，实力相当的强劲。可是呢，就是有点沉啊，并且呢，确实是挺厚的。所以当时咱们就曾聊啊，如果要是能再轻薄一点啊，是不是会更好一点？那么现在看起来，小米呢在这一代产品就该把这个位置可能做薄了，很大的可能性呢应该是传感器的位置啊，进一步做了电路优化，而镜头部分应该很难再缩减了。那估计呢去掉了顶部突出这个位置之后，这个位置就变成了平直的设计。但是从背板来看，仍旧是横向的徕卡相机的经典样式。不光如此，近期呢，从入网许可证里面还能看到啊，小米还入网了一款全新的摄影手柄，这是13 Ultra 的摄影手柄。那应该说，当时还是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的。那这一代的话，估计小米14可能也得出一个摄影手柄啊，特别是这边造型变平了之后，上一代肯定就不能用了啊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如果推出小米的手柄套装的话，你会考虑购买吗？会考虑打1啊，不购买啊就买手机打一盖，看一下弹幕。个人觉得啊，这个设计还真的是挺经典的，此时无声胜有声哈。哎，小米汽车的设计你满意吗？小米汽车呢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了啊，对于这个外观设计满分100，大家先打一个分数吧。弹幕打多少分都有啊，有高分有低分啊，低分表示你不满意啊，那就想改呗，对不对？那小米它也是这么想的。最近呢，雷军的微博上面发了多条内容，表示呢配置、外观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调整，根据大家伙的反馈，咱们来瞧。首先呢，1月17号呢，小米表示在后视镜这个位置，原来是光滑版本的啊，现在新增了碳纤维版本啊，你可以选择这个版本，看起来会更加硬朗一些。还有在轮毂这边啊，原本呢是20寸轮毂，那目前呢也是新增了21寸轮毂的版本啊。大家看到这个轮子啊，目前呢已经有3种不同的样式和配色了，这边和这边啊，包括卡钳的颜色、轮毂的造型啊，完全都是不一样的。1、2、3啊，这3种来问大家一下，是你的话会选择哪一个呢？1、2、3，3种轮毂的造型。
还有呢，小米的 logo 呢还新增了黑化版本啊，原来是一个银色的，看到了吗？现在你可以选装黑色尾部的标识，小米黑化了是吧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加钱？还有呢，雷军表示啊，这个发了之后，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，感谢我们改了哈。你注意看这张图，可能看不出来啊，咱们看一下，这是小米刚上市的时候，尾部呢是小米的 logo 很大。紧接着，雷军吸取大家的建议，把 logo 改小了，改成这么点了。左边、右边，来吧，看同学们弹幕一下，喜欢左边打1，喜欢右边小的打2。你更喜欢大的还是喜欢小的呢？反正我觉得呢，这其他的都可以讨论啊，但是咱们给出意见，那雷军他是真改，是吧？这当时说的这个 logo 不好看，他真的给改小了。这说明大家伙说话可是算数的。来吧，大家看看同学们弹幕，你们觉得这个 logo 还应该怎么改一改啊？有同学表示小小的也很可爱。既然我说话雷军听，那咱就不得不说了，是吧？哈，小米嘛，你看它这个 logo， 我看着也挺突出的，是不是？咱们给它改一改，设计师都这么设计了啊，我觉得呢，就这么大也行啊。但是，对吧？你打成小米谁认识啊？改成OK 是吧？这辨识度拉满呢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这个设计啊，满分100，这回大家打几分？是不是马上就要买爆啊？雷军啊，不用谢，哈哈，不用谢。就不用客气啊，我这不收你钱是吧？你这车就给我开2条就可以啊。好啊，这也不是个办法是吧？我的建议呢，咱就不如这样，就把这个位置啊改成一个显示屏是吧？或者你这贴2个小米手机，是不是？咱就别整这个 logo 了，整个显示屏想显示啥咱就显示啥。今天保时捷，明天咱就法拉利啊，是不是？你省着了打架啊，而且也防止在路上的时候。对吧？和别人的车一模一样，这不好，对吧？咱俩的标不一样，这多好，永远不会撞车。有同学表示改成 Harmony OS， 把这个观众给我摁住。还有同学表示直接把下边这个车牌变成显示屏，你这可是违反交规的你啊！来问大家一下，你在坐飞机的时候都干啥？看一下同学们的行为。我一般坐飞机的时候就休息嘛。是吧？在飞机上要不就睡觉，要不就看剧，要不就玩游戏。好消息来了哈！中国电信啊发布了最新的技术，表示接下来大家在飞机上就可以打电话了。多家媒体报道啊，中国电信推卫星加 WiFi 技术，那么我们可以在飞机上有望啊一边上网啊一边打电话。觉得这个技术你会使用吗？你会想购买吗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这个坐过飞机同学都知道啊，这以前坐飞机那都是什么电子设备必须得关闭啊，或者是开飞行模式，是吧？在有这个技术之后，那上飞机就可以打电话了，是不是？过去那10多年，咱们坐飞机的时候，空姐都是这么说的：尊敬的旅客，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调直座椅，关上小桌板，关闭您的手机。根据航空管制条例要求，如果您持续使用可通信的电子设备，将会受到相关处罚。坐过飞机的同学可以打个真实，是吧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以后上飞机那就不是这么说了。亲爱的旅客朋友，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调直座椅，关上小桌板，打开您的手机啊。如果您觉得没意思，就可以充10元钱开通我们的飞机电话服务，多充还有优惠哦。这事咋说呢？你是飞机上打电话，这当然是好事啊。但是大家知道我是经常出差啊，前几年有时候一年出差半年的时间都在外边飞，有时候就是在飞机上可能要休息休息。以前老板来电话是吧？哎，你这有个活儿，你赶紧整一整，这甲方着急要呢啊！老板，我马上上飞机了，就未来这3、4个小时你可能找不着我这没信号。那行，那咱下午见啊，下午再改吧，好不好？这回咱终于可以上飞机睡觉是吧？玩游戏啊，追剧都行了，以后可不行了，能打电话了。老板给打电话，哎，小王吧，我这个方案你赶紧改一改，甲方着急要。不是老板，我这马上上飞机了啊，未来3、4个小时我都在飞机上啊。那好啊，这现在飞机上能打电话随时联系你啊，这飞机上还有小桌板，然后干活还方便。你这样啊，一会儿你电话随时待命啊，随时要改啥咱就马上改，好不好？你这业务必须给每个业务员都开上。3大运营商啊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，1、2、3，你在用谁家的卡呀？如果同时用2张，你可以打12或者13或者23这样的弹幕啊，看一看大家的选择。国内3大运营商最近也是疯狂的抢人。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电话表示啊，先生，您需不需要携号转网啊？我们这边有优惠活动啊，等等等等的。哎呀，不得不说相当的激烈啊。哎，那你们猜一猜，截止到2023年底，这3家的用户谁最多？
多少？他们都在力推 5G 啊，这来吧，看一看各大机构统计的数据，我们来公布答案啊，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啊，别的地方可能看不着这数据。哎，这就是移动、电信和联通的具体的数据，截止2023年的11月，联通的用户呢是2.5亿左右，电信的用户呢是3.1亿左右，而移动的用户呢是9.9亿，其中呢 5G 套餐也达到了7.7亿，我的妈，这移动一骑绝尘呢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怎么样？说看我们节目你长知识去吧。有同学说你这玩意儿人家不都是涉密数据吗？你咋知道呢？这不是我知道，是他们自己公布的啊。他们都是上市公司，他会直接告诉你客户数是多少。这不截止2023年的11月份 5G 套餐的用户数吗？7.7亿嘛。各家公司都会按时公布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。所以呢，总体来说啊，中国移动那还是相当的强悍的。总的来看，截至2023年底啊，3大运营商 5G 套餐的用户呢，已经累计达到了13亿。当然不排除啊，这里边有好几张卡的用户，你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3大运营商的卡我都用啊，所以我一个顶仨，是吧？买机票、火车票、订酒店，你会通过统一的平台啊，还是会专门去到那个店铺里边去买啊？通过统一平台打个1啊。专门去店啊，实际买打一个2，看一下统一弹幕。我猜啊，大多数人为了方便都是统一平台。那么你是否遇到过大数据杀熟呢？过去几年这方面的事儿可是不少见啊，最近这个事儿又频繁来了。多家媒体报道啊，3人同时买1趟航班，票价不一样。那么平台回复呢，我们没有杀熟啊，是随机的优惠不一样。大家觉得平台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觉得平台说的是真的打个1啊，觉得平台就是在瞎编的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到弹幕上。咋说呢？我觉得这个平台回复的那是相当的精准呐。低情商的说啊是杀手，高情商的说我们针对不同的用户发放不同的优惠券，定价那都是统一的，随机优惠不同，那还是价格不一样吗？你这平台的嘴那是骗人的鬼。以前都是大数据杀手啊，现在直接是 AI 杀猪。你这说起这个事儿呢，咱们直播间里面可能出差啊，天天出差的人不太多啊。我那是天天出差，对于这个方面，那我也是有病而来啊。我对于平台的调性那是非常了解的。我现在出差到一个地方，凡是订酒店会掌握一个秘诀，为啥？就是因为啊，每一次我到那个店铺的时候啊，就那个旅店里面、宾馆里面，那宾馆的人都跟我说平台这个价格啊。他给你优惠多少，我就给你优惠多少啊！你不用在平台订了，你直接在我这儿订就行。觉得真实啊，和我一样经常出差的同学可以打1波6，你可以去问，你可以到你家楼下随便一个酒店，你去问一问，你说我在平台订比较便宜，还是在你们这儿订比较便宜，保准他会告诉你。包括你去饭店里边订餐也是这样的，不管你在平台上面有多大的优惠券，店铺门口一定会告诉你，你在我们这儿订啊，我和平台价格是一样的。我还送你一瓶饮料呢，所以啊，真正的优惠那都在前台。所以下回出差旅游再订酒店，你就在平台上搜价格，到酒店里面去订房间。本月三星发布了 S24 系列，这款就是 S24 Ultra， 满分100分，对于它的外观大家打一个分数吧。如果你想尝试这款产品的话，那么这款产品目前已经开启预售了，尝鲜价格仅为10199元，三星 Galaxy S24 Ultra。注意，它的配置是12加 256G。有同学表示这 256G 不够用啊，怎么办？没问题，1TB 版容量仅售13199元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香不香啊？有同学说13199是不是太贵了？你得看苹果呀。苹果1TB 版13999，所以啊，要讲性价比，还得是我们三星。看同学们弹幕啊，有同学表示是不是多打了个1？不是你就过分了啊！这个1就是它的卖点啊，就是这根笔是吧？就没这根笔可能就便宜了啊，有这根笔就有独家的卖点。其实看他这个网站的时候啊，我看官方预售还是有很多惊喜好礼的。打开网站，注意看，新品上市，立即预定，享6大购机好礼。咱们逐一来看。第一大好礼，3选1啊，内存升杯256到512，或者是更多分期，或者是换TIM补贴啊。注意啊，只能选一个。第二个，无机购机礼包还是3选1，1年只换不修，6折保值换新和1年延保。1、2、3，你会选哪一个呀？
晒单送80元的话费啊，没错啊，就为这80元的话费，我也得买这13000的手机，手机配件8.5折啊，这不算了啊。最后这个加1元就送 Micro USB C 数据线，这是什么数据线？我怎么没见过 ？Micro USB 接口的 C 口数据线，我没看错吧？当然啊，还有价格更加亲民的 S24 Plus， 售价7499元。大家觉得这个外观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我觉得啊，整个的 S23 的外观设计呢，还是挺不错的啊，还是这种比较耐看的类型。大家看到这个外观设计这块，3镜头的配置，直屏的面板加直屏的背板。总体来说啊，它定价这个版本这么便宜呢，2599元。这是有啥优惠活动吗？这个为什么卖7499？这个为什么卖2599？难道三星大家可能不太熟啊，韩国小魅族。你看这真机怎么样？这外观颜值该说不说啊，确实是不错。不是你一样的外观，为啥人家卖7000多，你就卖2000多啊？魅族，你跟人家三星学一学啊！好啊，不开玩笑啊，这个配置不一样啊，配置不一样。三星这个呢，配置更强，当然价格更高啊。造型呢有些许相似我来问大家啊，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会选择魅族还是会选择韩国小魅族呢？选魅族打1啊，选韩国小魅族打2，看一下同一分的幕，这个绝无恶意啊，就看弹幕这么评论，咱们随意调侃一下啊，绝对没有任何调侃三星的意思啊，我们这是真金白银买了啊，所以这个看弹幕调侃一下是吧？绝对没有任何说它像的意思啊。三星啊，它干掉了 Note 系列啊，还是让我非常心痛的呀。很心痛。OK 啊，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啊，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？欢迎打出它的数字。过去几期节目咱们的播放量还是越来越低了啊，希望大家赶紧点关注，点个赞再走，求求你了。如果想看的主播疯狂表扬各家厂商，赶紧关注一下我们，咱们下周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